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这句至理名言意味着人生中的祸与福之间经常相互依存，互相转化。它指出了祸患与福祉之间的微妙关系，即所谓的祸福无常。有时候，看似带来福祉的事物或状况可能会隐藏着祸患，而有时候看似带来灾祸的事物或状况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好处。这句话告诫人们要保持谨慎和平衡，不要过于沉迷于喜悦或沮丧中，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变化，福祸常伴。在风和日丽的一天，太阳从东方升起，照亮了渔村的海岸线。这个渔村名叫清波村，位于一片宁静的海湾边缘。在清波村的一个小屋里，住着一位名叫福阳的渔夫。福阳是清波村的一名老渔夫，他年轻时就开始从事捕捞工作，如今已是经验丰富的渔业老手。他高大挺拔，肌肉发达，面容粗犷，总是带着一抹和蔼的笑容。福阳的眼睛深邃明亮，仿佛能洞悉海底的每一个角落。每天清晨，当第一缕曙光穿透天际，福阳就会趁着渔村的宁静，搭载自己的小渔船出海撒网。他熟练地操作着船只，寻找着鱼群的踪影，一网下去，往往就是满满的收获。福阳的渔获不仅为自己带来丰厚的收益，也供应了整个渔村的食物。在一个宁静的清晨，福阳像往常一样趁着天还未亮出海捕鱼。他穿着厚实的渔夫衣物，戴着一顶帽子，站在自己的小渔船上，准备出发。海风轻拂着他的脸庞，清凉的晨露沾湿了他的衣襟，但他心中却充满了对一天收成的期待。福阳的船身划过平静的海面，向着远方航行。他熟练地操作着船只，眼睛紧盯着海面，寻找着鱼群的踪迹。海风和煦，阳光温暖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美好。然而，就在午后时分，天空突然转变，乌云密布，风起云涌。福阳警觉地抬头望去，只见远处黑压压的云层正急速向他们袭来。风暴来临的速度之快让他感到了一丝恐慌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找到安全的港湾。他急速转动船舵，想要赶紧返回岸边。然而，风暴的力量实在太大了，海浪瞬间翻滚，巨浪高达数丈，朝着福阳的船只袭来。福阳全力操控着船只，竭尽所能地抵抗着狂暴的海浪，但他已经无法掌控住这场与自然的对抗。巨浪猛烈地撞击着船身，船只摇摆不定，福阳被海浪吞没，整个人被抛入海中。他感到一阵绝望，奋力挣扎着想要浮出水面，但狂暴的海浪却将他一次又一次地抛向深海。眼看着生死存亡之际，福阳终于在一个罕见的空隙中游到了海面上，痛苦地喘息着。他意识到自己虽然存活下来，但他的船只和渔具却几乎全部失去了。眼前的海洋是如此宁静，仿佛刚才的风暴只是一场梦。福阳无助地漂浮在海面上，四处张望，希望能够找到一点线索，让他脱离这片无垠的海洋，回到陆地上。当福阳漂浮到沙滩上时，他感到筋疲力尽，身上的衣物已被浸湿，咸水渗透着他的皮肤，而内心也充满了无奈和绝望。他慢慢地爬起来，擦拭着湿漉漉的衣服，四处张望，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，让他能够脱离这片孤独的海滩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强风吹来，一个布袋子从海面上飘到了福阳的脚边。福阳眼睛一亮，
快步走过去，弯下身子捡起这个布袋子。他打开袋子，发现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宝物，有金银珠宝，还有一张古老的藏宝图。扶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呆呆地看着袋子中的宝物，心中充满了震撼和感激。这一刻，他意识到，尽管他失去了船只和渔具，但他却得到了更大的财富，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。他仔细地把藏宝图拿出来，展开来仔细观察。藏宝图上标示着一个位置，看起来是在岛屿的另一端，需要穿越茂密的丛林才能到达。扶阳决定跟随着藏宝图的指引，开始了一场寻宝之旅。他将藏宝图小心翼翼地收好，将那个布袋子背在肩膀上，向着岛屿的方向出发。走过沙滩，穿越树林，扶阳感受着阳光洒在脸上的温暖，心中充满了希望和期待。他知道，这一次风暴虽然带来了失去，却也为他带来了机会和奇迹。扶阳握着藏宝图，踏上了寻宝之旅。他跋山涉水，穿越茂密的丛林，沿着藏宝图上的指引一步步前进。炎热的阳光从树荫间洒落下来，映照在他的身上，他汗流浃背，但内心却充满了兴奋和期待。在漫长的旅途中，扶阳遇到了许多危险和挑战。他不仅要应对山林中的猛兽和陡峭的山崖，还要躲避危险的陷阱和忽然而来的暴雨。但是，扶阳毫不畏惧，他坚信着自己的目标，坚持着向前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扶阳终于来到了藏宝图上指示的地点。眼前是一个隐藏在树丛中的洞穴入口，看起来十分隐秘。扶阳紧紧攥着藏宝图，决心要一探究竟。他小心翼翼地进入了洞穴，一阵阵阴凉的空气扑面而来。洞穴内部漆黑一片，但扶阳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，跟随着直觉。在洞穴的深处，他突然看到了一道微光，心中不由得一动，加快了脚步。当他走到光亮的地方时，眼前景象让他瞠目结舌。一个宝藏洞穴出现在他的眼前，里面堆满了金银财宝、珍奇宝石和古老的文物。扶阳看着这一切，内心感到震撼和喜悦，他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宝藏。他蹲下身子，拿起一个金碗，仔细地观察着上面的纹路和雕刻。这些宝物不仅仅价值连城，更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满足和成就。他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他不懈努力的结果，是他坚持不懈的勇气和毅力所换来的。当扶阳深入宝藏洞穴，发现无数的财宝和珍奇之物时，他的心情无比激动。在这个隐秘而神秘的洞穴里，金银财宝闪耀着阳光下的光芒，珍奇宝石散发出迷人的色彩，古老的文物记录着远古的历史和神秘的故事。扶阳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敬畏，他意识到这一切都是风暴后所带来的奇迹。曾经的失去让他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考验，但最终，他不仅存活了下来，还得到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丰富和宝藏。他深深地领悟到生命中祸福莫测的道理。有时，逆境和困难虽然令人痛苦，但它们也是一种考验和洗礼，是一种成长和提升的机会。正是在这些挑战和困难中，人们才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和意义。扶阳决心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宝藏，他不再追求虚荣和贪婪，而是希望能够用这些财宝来改善自己和村民们的生活。他决定回到渔村，
与村民分享这份喜悦和丰收，一同迎接新的生活。回到渔村后，福阳将宝藏带回家中，与村民们分享了他的冒险故事和发现的宝藏。村民们听后无不惊叹不已，他们感激福阳的勇气和智慧，也对他充满了敬意和钦佩。福阳将一部分宝藏用于重建渔村的设施，改善村民们的生活条件，一部分用于支援贫困的家庭，帮助他们度过困难，还有一部分用于修建学校和医疗设施，为村民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。福阳的善举和慷慨行为赢得了村民们的一致赞赏和尊敬，他成为了整个渔村的英雄和领袖。他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生命中祸福莫测的道理，并启发了村民们对生活的深刻反思和珍惜。从此以后，福阳和渔村的人们开始了全新的生活，充满了希望、勇气和幸福。